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网传诚意揽下萧晨，这次能不能打破欢瑞一直的造星魔咒？韩东里的一声惊雷影视行业的韩东里，一则传言让资本圈为之一振，诚意或将出演古装权谋剧《萧晨》。这部改编自热门网文的 IP 大剧，表面上承载着诚意古偶一哥的保卫战，实则暗藏着一场关乎欢瑞世纪命运的豪赌。从琉璃到沉香如屑，诚意的每一次选择都像是在行业规则上刻下的刀痕，而这一次，刀刃对准了他自己与资本的共生关系。诚意与欢瑞的深度绑定早已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。2024年，他主演的古装剧全网播放量突破300亿，广告收入较同行高出40%。资本市场上甚至有人称他是古偶界的茅台，只要有他的名字在，招商会上就会受到热烈追捧。然而，在这份辉煌的背后，是创作上的瓶颈日益显现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，诚意近期出演的角色中，接近90%依然在重复着美貌、强大但命运多舛的套路，以至于片场有工作人员戏言，诚意的微表情管理都可以编成教材了。欢瑞的流水线神话欢瑞世纪的造星工厂已经成为行业内的典范。通过大数据分析，他们精准锁定了古偶剧核心受众，并以高价聘请编剧对网文进行改编，确保内容符合市场需求。再利用粉丝经济进行精准营销，吸引流量并转化为实际收益。例如，萧晨这部剧的预算达到了3.2亿元，其中8000万元用于特效和场景搭建，只为重现一个虚构的古代王朝。这种高投入、高回报的模式，使得欢瑞在3年内市值暴涨217%。然而，在这背后的资本狂欢中，演员逐渐被工具化，成为流量机器的一部分。当某个品牌为了邀请诚意出演古偶剧而支付了全年线上营销预算的15%时，行业的泡沫已经显现无疑。萧晨成为了诚意和欢瑞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剧中饰演出身寒门的权谋家林父，这个角色既需要展现出年轻人的锐气，又要具备深厚的城府。这对长期被束缚在虐恋套路中的诚意来说，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与挑战。有报道指出，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个角色，诚意毅然推掉了3部仙侠剧的邀约，并且在剧组中通宵达旦地研读《资治通鉴》等历史典籍。这种近乎自我磨砺的努力，反映了流量明星们转型时面临的普遍焦虑。随着观众越来越多地选择3倍速追剧，短视频平台也在不断挤压传统电视剧的生存空间。美强惨的模式还能维持多久？这不仅是诚意个人的挑战，也是整个行业的思考。诚意的粉丝早已超越了传统追星族的概念，他们建立了实时监控剧集数据的一家人数据库，甚至会因为某场戏的播放量未达到预期而发起联名抗议。某超话管理员坦诚地表示，我们现在就像在养育一个孩子，不容许有一点瑕疵。这种数据反噬现象正在悄然改变行业规则，制作方被迫与粉丝代表开会，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调整剧本。当追星行为演变为产品经理的角色时，演员的创作自由与市场的严苛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。这不仅影响了作品的创作过程，也在挑战着行业内的既有规范和逻辑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娱乐产业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其中粉丝的力量不可忽视。这种现象既带来了更多的互动与参与感，也对创作者和制作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如何在这种新的生态中找到平衡，成为了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，诚意与欢瑞的合作关系已经走到了7年的临界点。
如果萧晨能够突破100亿的播放量，程毅将成为继陈道明之后第2位100亿先生。反之，则可能加速双方关系的破裂。某资深制片人感慨道：“当今的演员不仅需要掌握流量密码，还要通晓历史典故，甚至要学会与网友互动争论。”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背景下，程毅能否凭借萧晨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欢瑞流水线上的产品？这答案或许就藏在他某个凌晨3点背台词的画面中。